人们常说做官就要学管仲，想要经商成功就必须学范蠡，而想要理解易经就要读邵雍的著作。易经中包含了哲学体系和预测学的体系。孔子说善易者不卜，易经呢是预测术的根本，但通达义理的人并不需要占卜，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变和不变的规律，懂得了如何由因推果，懂得了世事变迁的规律。邵雍是北宋时期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学艺悟道，对于天地运行、利与害的辩证统一规律、阴阳消长、世道变迁等方面的理解也在不断的加深。邵雍还认识到了伏羲八卦中自带的先天因素，因此懂得义理的人就能够明白世事变迁的规律，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。正如《素书》中原始章节中所说的，贤人君子，明于盛衰之道，通乎成败之术，审乎治乱之事，达乎去就之理，故潜居报道，以待其时。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邵雍的这本《渔樵问对》，被称为北宋易学第一人的邵子就是邵雍。记得小时候练习毛笔字，有一幅字帖：一去2-3里，烟村4-5家，亭台6-7座，8-9-10枝花。这首山村咏怀就是邵雍的作品。他在1000多年前的一篇《渔樵问对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篇千古奇文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对话，由一个樵夫和一个渔夫的问答交替展开，从人世间的福祸利害讲到了世界的本质，又从虚无缥缈的天道法则谈到了人世间的兴衰更替，逐渐深入到了世界的本质和天道人道的运行规律，甚至触及到了治世之学，鞭辟入里，意味深长。每当我们仰望星空时，常常感受到自身的渺小，也更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无垠，但这两者似乎冥冥之中又有着某种联系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这一切，将宇宙星海与世间万物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而这只手也许就是老子所说的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吧。邵雍的《渔樵问对》看似讨论如何钓鱼和砍柴，但其实就是在讨论道。其中第一部分的对话是在剖析事物的外在现象和内在的本质，也就是所谓的利与害、体和用、本质与变化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。第二部分的对话是在讲圣人观察世界的3层境界，第三部分的对话是在论述人力与天命之间的关系，就如小人和君子，如同白天和黑夜的关系。而最后一部分对话则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治世之学，也就是所谓的世道兴衰的痕迹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渔樵问对，看看邵雍邵康节先生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。好的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